沙漠玫瑰可以水培吗？水培沙漠玫瑰与土培的有什么区别？水培沙漠玫瑰的方法是什么？以前关于沙漠玫瑰土培，花花介绍过很多养护的技巧，包括怎么浇水，怎么让它肚子大，怎么让花满枝头。今天花花介绍一点新的内容，那就是沙漠玫瑰的水培。如果你想养一盆精致的沙漠玫瑰，也想让家里整洁干净的，可以选择水培的方式。沙漠玫瑰原名叫做天宝花，由于长期生长在干旱的环境中，已经锻造出比较耐干燥的生长习性。那么，通过水培要如何操作，有哪些注意点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第一点，扦插的时间。沙漠玫瑰适合在夏季进行扦插繁殖，等到切口的地方晾干后，才能插入水中生根繁殖。沙漠玫瑰在水培生根的时候，要注意及时换水，并且避开强光。在25至30摄氏度的养护环境中，能激活其强大的生命能力。只有在炎热的夏季，扦插繁殖才能带来较强的再生能力，也就是说，在这样炎热的气候下，生根发芽更快。第二点，选取的枝条。沙漠玫瑰生来喜欢比较干燥的生长环境，选取枝条扦插繁殖的时候，需要考虑到枝条的耐湿能力。根据个人扦插的经验来说，选择比较成熟的雌条进行扦插，可以带来较好的再生能力。建议捡取顶端生长2年左右的枝条，长度控制在10厘米左右。修剪下来的枝条不能直接插入水中种植，因为沙漠玫瑰属于枝条充满枝叶的多肉植物，需要等到切口的地方晾干后，才能插入水中生根繁殖。如果直接插入水中的话，很容易感染各种细菌，从而出现腐烂的情况。扦插气候适宜，扦插枝条生命力强，这2点只是扦插的前奏。要想沙漠玫瑰扦插快速生根发芽，就必须进行科学合理的养护。第3点，扦插的养护。首先，及时换水，没有生根之前的枝条非常容易出现根部腐烂的情况，3天左右换水一次，及时修剪掉腐烂的组织，然后使用多菌灵进行消毒，重新插入水中生根。等到根已经长出来之后，改成间隔1周换水一次。2是避开强光，扦插的枝条非常脆弱，如果被强烈的阳光照射，就会出现枯萎的现象。所以，通过水培繁殖的枝条需要摆放在室内明亮透气的位置养护。沙漠玫瑰水培出根后，可以直接继续水里面养护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根部不能全部都进入水中，最好是一部分须根在水中，其他根系保持在水面之上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水培虽然干净整洁，但是水培植物都有一个弊端，那就是会限制植物的生长，以后也只会长成一个精致的沙漠玫瑰。第4点，沙漠玫瑰上盆。把水培的沙漠玫瑰栽种到花盆里面，栽种的时候可以选择用潮土栽种，栽种后3至5天的时间就可以给它浇水了。沙漠玫瑰配土一定要颗粒土占70%左右，营养土占30%就可以了，3:7的比例，这样去调配的土壤有利于沙漠玫瑰生长，并且浇水不容易出现烂根的情况。栽种好以后，放到一个散射光的地方去，因为植物要生长，想要缓苗必须要见光，但是不能见强光，才适合它进行光合作用，适合它缓慢地生长出新的根系来。一定要保持良好的通风，通风好，它也不至于出现湿度大、烂叶烂根的情况。一般情况下，潮土栽种上1至2天的时间，叶片就会逐渐的恢复精神，1周左右的时间，它的整个植株就会恢复饱满，叶片明显的硬朗起来，看着明显的长新芽了，或者是长出花苞来开花了，我们就可以逐渐的给它增加光照了。什么叫做逐渐的增加光照呢？就是第1天的时候可以给它见2个小时的光照，第2天给它见3个小时，逐渐的循环，循序渐进的去给它增加光照，一直持续到把它全部放到一个全日照的环境中去养护就可以了。这样它适应了全日照的环境，叶片还不会出现晒伤的情况，植株还不会出现晒打蔫的情况，这样就能够开始正常的生长开花，并且根系会长满整个盆。沙漠玫瑰换盆按照这个操作，成活率最高，操作得当。一定要记住，见光是根据它生长的时间开始的，生长了或者开始开花了，再去给它见光，不要一次性的还没有看到明显的生长，直接拿到太阳底下去，
那样只会造成它的整个植株叶片打蔫，甚至出现不长根，导致我们换盆缓苗失败的情况。换盆以后，根系长到盆里，适应了盆土以后，也就适应了自己家的环境了。这个时候就不容易养死了，然后一年四季不断的去长块根，不断的去长叶片和枝条，到时候开花绝对能够开爆盆。另外，网上买的沙漠玫瑰，想要裸根换盆，不去修根不去晾直接上盆的话，如果你浇水或者是用炒土的话，很容易造成整个植株烂掉的情况，这个方法是不可取的。给予光照时，也要根据整个植株的长势，看着明显的生长了，再去逐渐增加光照，这是养沙漠玫瑰能够养好的关键。无论水培还是土培沙漠玫瑰，经常容易遇到掉叶黄叶的问题。黄叶掉叶总结起来主要有3个原因。5. 沙漠玫瑰黄叶掉叶。原因1：根系腐烂。沙漠玫瑰是一种多肉植物，喜欢疏松透气的土壤，同时对于水分的要求不高。如果土壤的保水性太好，浇水频率比较高的话，都会导致土壤大量积水，根系长期处于湿润环境下，就会导致闷根腐烂。这种情况会引起叶片发黄，同时伴随发软耷拉现象，整个枝条也会随着发软。沙漠玫瑰烂根后需要进行脱盆处理，将黑根、烂根修剪干净后，放在1:1000的多菌零溶液中浸泡30分钟后，拿出来晾干水分备用。准备多肉种植专用土，或者用颗粒土加泥炭土2:1的比例混合，重新上盆栽种，然后放在散射光充足且通风良好的地方缓苗半个月，之后正常养护即可。原因2：过于干旱。沙漠玫瑰虽然对于水分的要求不高，但是如果长期缺水，也会导致叶片发黄，主要表现为叶片发皱发黄，时间久了会干枯掉落，枝干也会变得干瘪没有弹性。沙漠玫瑰日常养护中，浇水要遵循干透浇透的原则，可以观察叶片有点发软的时候浇水，也可以观察土壤的干湿情况，在土里插一根筷子，静置10分钟拔出来观察，如果全部都是干的，就可以浇水了。浇水建议使用浸盆法，找一个大一点的容器装水后，把沙漠玫瑰放到里面浸泡，注意水位超过花盆漏水孔，但不超过花盆边缘，大概20分钟即可吸足水分，拿出来沥干水分，可有效避免积水。原因3：通风不良。养护沙漠玫瑰，环境非常重要，需要保证通风良好，如果通风不好，空气湿度又比较高的情况下，非常容易引起经腐病，叶片也会随之变黄，叶片上面也会出现斑点，一碰就会掉落。在养护过程中，需要将沙漠玫瑰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，可以放在户外养护，也可以放在开放式阳台，如果是封闭阳台，需要放到和窗口差不多高的位置，每天开窗通风。如果遇到连续阴雨天，可以利用电风扇来辅助通风。除此之外，新购买的沙漠玫瑰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，可能会出现少量黄叶，这是正常现象，不必过于担心。这种情况的特征就是底部偶尔几片叶子发黄脱落，其他一切正常。还有不透气的花盆和过大的盆子都可能导致盆土长期潮湿，进而引发根系腐烂，造成叶子发黄。另外，沙漠玫瑰在温度较低时会进入休眠期，此时叶子会变黄并掉落，这是植物为了应对寒冷环境而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。最后，盆土中的蚯蚓等害虫会破坏植株的根系，导致叶子发黄，同时叶斑病和根腐病等病害也会引发叶子发黄。总结一下就是，根系腐烂、过于干旱和通风不良都会导致沙漠玫瑰叶片发黄脱落，区别在于根系腐烂叶片发黄，同时伴随发软耷拉现象，整个枝条也会随着发软。长期缺水导致叶片发黄，伴随叶片发皱，时间久了会干枯掉落。通风不良引起叶片发黄，会伴随有黑色斑点，没有枯萎就会掉落。大家在养护过程中可以根据不同症状和养护方法来找原因，进而对症进行解决。以上就是介绍的沙漠玫瑰水培以及黄叶的内容。如果有其他意见，欢迎指摘交流。觉得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欢。
我们下期见。